本期话题：仙人跳，我们是认真的。这段时间呢，京东老板刘强东涉嫌性侵的案件一波三折。一开始案件出现的时候呢，很多人替刘强东捏把汗，普遍不大相信，觉得刘强东这身份不能吧。后来美国检方公布调查结果，果然案件因为证据不足，决定不予起诉。那很多人觉得呀，看来刘强东没什么事儿，或者说这个事儿呢还不足以呢让他最后蹲监狱。那么有的人也替刘强东的妻子奶茶妹张泽天感叹说，看来不是性侵，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出轨了。说看来男人出轨跟媳妇儿漂不漂亮没多大关系。那最近呢，一段当天饭局的整段视频被曝光之后，网友们不淡定了，说看来这不是出轨啊，这女的这么主动，这明显是仙人跳啊。当然现在都是大家猜测，这个事情呢还没有最后的结论。那么说到这仙人跳，很多朋友挺熟悉，有的朋友不熟悉。说什么是仙人跳呢？简单来说呀，就是用色相来骗人，最终的目的是呢弄到钱。这个呢笼统说叫仙人跳。当然仙人跳里头呢技术含量可不低，在所有的犯罪手段里边，仙人跳算是很有技术含量的。比方最常见的仙人跳是什么呢？这是不论男女勾搭异性，等上钩了之后呢，俩人在房间里边吧，开始有这个事实了。这个时候呢，门一脚被踹开，其中骗子的这个假装他的另一半他丈夫或者老婆领一帮人冲进来了你干嘛？你是如何如何？当然这时候捉奸呢是这个一般都是丈夫来的多，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男权社会嘛嘁哩喀啦，你侮辱我老婆，你怎么着，我活不了了，我把你弄死。最终呢旁边还有唱红脸唱白脸的，有打你的，还有在那旁边行了，这事说出去也不好听，你说怎么赔偿吧。总之从你这把钱弄出来。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仙人跳。那么为什么说这里技术含量不低呢？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仙人跳的范围在一点点扩大，使用的各种各样的骗人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越来越隐蔽。仙人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在宋朝后来大明这两个朝代的时候呢，仙人跳还有个专门的称呼叫扎火遁。到清代呢开始正式叫仙人跳。民国时候呢，所谓的拆白党放白鸽基本套路跟仙人跳差不多，都可以归到这一类里边。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呢，仙人跳的技巧呢也在不断的升级换代。咱们今天老梁同时呢就给大伙说说历史上的这个仙人跳它的技术含量在哪儿。我相信这个呢对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首先呢，仙人跳在选择目标上特别认真。我们为什么说仙人跳说我们是认真的？有人说这不欢乐喜剧人那句台词吗？确实仙人跳要想骗成功他得认真。第一关，选择目标必须认真。咱们想这仙人跳的目标一般比较固定，无非就是有身份、有背景、有钱。有人说就这三样吗？还有一点最重要，就这人得有顾忌，他有顾虑。就说你如果这个事儿东窗事发了，都宣扬出去了，对这个人来说会产生很大冲击，不仅仅是损失钱的事儿。所以在有身份、有背景、有钱之外呢，选择的这个作案的对象他必须还得有顾忌有顾虑。你看那个三言二拍里边就有这么个例子。这是根据南宋时候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再让大伙说说二拍里这个故事说南宋时期呢有个姓李的客商，在杭州经商发了财，他不满意，他想买个官当的。古时候商人没地位，这李客商就拿着钱来到了这个临安找关系。到了临安呢，先找家客栈住下来，安顿好了呢，李客商推开窗户透透气儿，一见呢，窗户外头正对着有一个宅院，大门没关。通过大门往里看呢，这里头这个门上和窗户上都垂着帘子遮着，隐隐约约能看帘子后头这个坐着一个女的，也往这个街这边看呢，在看热闹呢。他因为影影绰绰看不清楚，所以这李克商呢就多看了两眼。他这一住呢住很长时间，这李克商每天呢就在窗口往对门望，天天这大门也不关。后来他看到里头那女的还出来走两步转悠转悠，他发现这女的真漂亮，
你不说风情万种吧，那也是绝对是这个相当漂亮个美人。有这么一天呢，店门口呢来了个卖黄干的小贩，这李克商呢就想买点黄干呢，水果吃解解渴，但挑来挑去呢，这黄干呢坏的多。然后他就想呢，说你这小贩，你帮我忙，把这坏的地方切，你再卖我。这小贩说我还不伺候，我着急。就这么他就没买成，没买成呢，他挺生气，说这小贩你做生意都不会做，在门口跟着小贩吵吵几句。哎，对面那个里头那女的呀，好像就听着这个事儿了。哎，正当这李克商呢准备起身回屋了，没买成黄干还惹一肚子气。哎，对门宅院出来一个仆人，端了一盘黄干送给李克商，说我们家呀太太呀看到官人呢买这个黄干买不成，有些不忍，这大热天的就把家里几个这个水果拿来给官人尝尝。哎呦，李克商一看对门那个美妇人送回来的，心里这个高兴，就跟这个仆人谈起来了。这仆人说呀，说我们家老爷啊是个官员，外出公干，不总回来，留下年轻的主母呢看家。啊，他这一说，李克商明白了啊！我说天天就见着女的，不见他家里那老爷呢。为了表示感谢呢，李克商又拿了几件随身带的礼物，让这仆人给带回去。此后呢，这个少妇经常让仆人呢送些菜肴点心来给李克商。李克商呢也从来不让这仆人空手回去，回赠啊、布匹啊什么的，后来就升级成首饰等贵重物品。那个美妇人照单全收了。这天天隔着帘隔着窗户看美人，这难免有点隔靴搔痒，不痛快。可也这种不痛快呢，这李克商越来越惦记美妇人。这是咱们以前说的吗？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而且这李克商也感觉呀，这个美妇人对他也有意思，不然不能天天送东西给他，还接受他礼物。于是这李克商更下血本了，把这个美妇人家里头的仆人的丫鬟都买通了，使上钱了。打通关系之后呢，这么一天晚上，这就是跟红娘崔莺莺张生的事儿似的，李克商就借助这仆人帮忙，就跟着心上人幽会来了。到了这个美妇人家里，几杯酒下肚，李克商这更痛快了。俩人情浓之际，就正要上床呢，没想到他那在外出公干的老爷突然回来了，当时就捉奸拿双，这啥说的没有了。李克商心虚呀，本来是讨官做，弄不好也得吃官司。这家老爷也不依不饶，说什么都要把他绑上去官府，告他个诱奸官眷的罪名。李克商一听这话，跪倒在地求饶啊！我愿意拿钱私了啊，我有钱呐。旁边呢也有人劝这老爷说：“你看呢，这事儿传出去了也没脸面，这么着吧，就这么的呢，让这老爷让几个仆人呢跟着李克商回客栈，把李克商所有的随身带的财物全带回来。”第二天一早呢，这李克商回去睡觉也挺高兴，说我就损失点钱财，还没蹲监狱。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事儿，这个过程就是教科书一般的仙人跳。所以二拍里边针对这个事儿呢，配了一首诗，叫堵塞相悦人之情，个中原有真缘分，只因无假不成真，旧里藏机不可问。少年鲁莽浪贪淫，等闲踹入风流阵，馒头不吃惹身腥，野俗传名扎火盾。当时就管这叫扎火盾。所以这世上啊，男欢女爱本来是人之常情，但就有的奸诈之徒呢，用这个设圈套，引诱良家子弟。说是良家子弟，苍蝇不叮无缝蛋，你身上一定有不正经的地方。不过是有顾虑之人，他有顾虑呢，才有怕的。有身份的怕丢面子，怕坐牢；有官职的怕丢官；有企业的呢，上市企业的怕股票下跌。所以这些个骗子只要能抓住他的顾虑，抓住他的软肋，威胁他，这钱就能弄到手。所以说这种仙人跳选择对象很重要，要很认真。你要选个流氓那就麻烦了，人家不在乎啊。还是二片里边还有这么个故事，说这个京城里有个人呢，靠老婆吃软饭，他老婆整天呢涂脂抹粉，卖弄风情，专门挑逗那些富家郎君，然后搞仙人跳。这一天就碰上一个，觉得这个人是富家子弟，被他妻子勾引上手了，正准备寻欢作乐，她丈夫打进来了。要换做李克商那样，就得赶紧跪地求饶。可这小子倒好，把他老婆抱得更紧了，该干啥干啥，一点没耽误。他丈夫哪忍得了啊，拿起刀就要杀过来，刀都架在这小子脖子上了，这小子没从。
你上，他丈夫倒怂了，不敢下手了。结果这小子还扬言，你要杀就杀，要告就告，你杀了我，你得给我对命，我杀了你媳妇儿，你的摇钱树就没了，你要告到官府，你俩这营生就败露了，你们这都生意门子，以后没法拿这挣钱了。这两口子只能忍气吞声，你看让这小子还占了便宜了，这叫赔了夫人又折兵，恶人自有恶人磨。所以说仙人跳选择什么对象你要认真。第二个呢，仙人跳的技术含量呢，筹划布局你要认真。这个仙人跳很难一个人完成，基本都是团伙作案，男女合谋。作案之前呢，你得对对方有足够了解，看好是不是有顾虑之人。要想骗得多，这盘棋就得下得大，布局就得谨慎认真。你看，在明代万历末年，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大案。已故的工部尚书的儿子徐大少爷到了适婚年龄，京城里呢前来提亲的媒婆把这门槛都快踏烂了。但是呢，这徐大少爷和他的继母呢都不大满意。这尚书老爷为官多年呢，攒了不少家底儿。有钱人家的小姐呢不入徐大少爷的法眼，想找个有地位的吧，他爸爸还过世了，人走茶凉，人家未必相中他。就有这么一伙骗子摸透了这娘俩心思，但他们呢不急于下手，这套做得深。先在京城里租下个深宅大院，接着呢请媒婆上徐府说亲，说这家女儿可不同一般，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的亲侄女，到京城偷亲。好嘛，听到这儿呢，这母子俩眼睛都红了。要娶了这郑小姐，不就跟皇上攀上亲戚了吗？况且郑贵妃还是正是得宠的时候。这徐老太太太高兴了，就跟着媒婆去了郑府。到了郑府一看呢，郑夫人呢那个端庄，郑小姐那个漂亮，一看气质名门闺秀啊。府上从管家到执事都是豪门大院大宅门的气派。徐夫人回这么一说，徐大公子高兴了，这婚事就算成了。为了娶郑小姐呢，徐大公子给了很多聘礼，连在扬州老家的他的伯父听说这门亲事呢，也送了玉狮子一对，白银500两，添到彩礼之中。到了娶亲那天呢，到政府一见人，坏了，人去楼空，一个人都没有了。徐家赶紧报官，但人都跑远了，你上哪儿破案去？所以以为自己捡个大便宜，攀上富贵，岂不知呢落入圈套了。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还记录了一个更奇葩的这类事，谋划的更新颖。说乾隆年间有一位读书人游学到扬州，在当地呢找到一个挺漂亮的女的，他就在当地纳了妾了，当然花了很大的价钱，就等于买了一房妾。这女的不仅长得漂亮呢，还精通文墨，两人情投意合，日子过得挺好。有一天这读书人外出喝酒回来呢，一看呢老婆没了，屋里一点亮都没有。但是呢卧室的桌上留一封信，上面写什么呢？就是贱妾本来是个狐狸，嫁你是报恩来了，上辈子你救过我，今天缘分已尽，不敢再留，让我们来世有缘再见。末了还叮嘱他，你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因我离开而伤心难过，这样我心也有所安慰。嘿，大伙一听，这不聊斋吗？是聊斋里这故事不少啊。这读书人也信这个，看了这封信以后伤心不已，还把这封信呢拿给他朋友看。这些朋友都慨叹，哎呀，这书上有这记载呀，这狐仙真有啊。大家都不怀疑，都替他难过。结果几个月之后呢，这读书人在大街上撞见自己小妾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怎么回事呢？这小妾的母亲呢已经花高价再把她卖给别人，她正准备跟别的男的呢离开这儿呢，结果让这秀才意外的给撞见了。你看他假装狐女脱身，看来这不是第一回干这事儿。那这种事儿呢有个专有名词叫放白鸽，怎么解释呢？古代传信呢靠信鸽，家里养的信鸽放出去，送完信自己知道回家，下次还能再送信。你看像不像？就反复利用这美色骗人。这小妾对于他妈来说呢，就是他养的白鸽，卖给这个挣笔钱，过2天再回来再卖给别人。过去江湖骗人的门子呢，4大门子风麻燕雀。这风麻燕雀里头呢这燕和雀往往都是指呢用女色来行骗。前面我说那个政府郑大小姐那事儿，就风麻燕雀里这4大门的骗术。但是这些呢只要是搁色相骗人，都可以归到仙人跳里边。但是呢你这布局得高明，才能骗着大钱。所以我们说仙人跳是认真的，第一个选对象要认真，第二个布局要认真，还有第三个，你以为这个东西都虚情假意吗？假装我跟你好，
你要想骗着大钱，想把人掉沟里，让他反复给你钱，你光虚情假意还不行，有时候还得玩点真的，起码你得弄得像。所以谈情说爱你也得认真。说白了，你演戏你得有敬业精神。你看民国时候，这种仙人跳的骗术上了个台阶。当时上海呢出现了一个叫拆白党的组织，以色行骗。上海话呢，本来这叫赤膊党，就赤膊上阵，就是吃白食、看白戏、睡白觉。这赤膊党呢，上海就拆白党，你听着咱们听就跟拆白党似的，上海话。但这个谐音很贴切，就我说这三白主义嘛，吃白食、看白戏、睡白觉。但拆白党比以往那些呢还要高明，它是仙人跳的高级形式。高明到哪儿呢？他是挺认真跟你谈恋爱。当然这拆白党呢有男有女，男的呢风流倜傥，公子哥阔少爷，扮成这个形象。最次也是个桀骜不驯的文人形象，就显得很有魅力。女的清纯可人，也装女学生居多，高傲的才女呢也有。要说这些人呢，除了有漂亮外表，还有有趣的灵魂，一定和你志同道合，兴趣相投，人生观相似，让你觉得档次很高，让你觉得真爱来了，所以才能心甘情愿的被他骗了钱财。所以拆白党这里头呢，男的呢经常骗一些这个在家里头啊比较寂寞的这样的太太，有的是在包的外宅，包的二奶，好骗这个。那女的呢往往就骗一些带着理想主义的富家子弟，当然这人有钱，而且很痴情，愿意不断给你花钱。你看当时呢这真事儿，有个叫程七的官二代，辛亥革命之后来到上海，每天呢就在这个戏院茶室之间流连忘返，很快就被拆白党的探子盯上。这些人专门有眼线，看哪些人合适，然后呢就让拆白党的成员李某扮成女学生，经常在程七去的戏园子前排后排看戏，有意无意之间四目相对，眉来眼去，这程七乐开花了，以为遇到艳遇了。很快两人开始交往，哎呦，感情正浓，如胶似漆。每天呢就在酒店里头耳鬓厮磨的，天哥哥密接着。但几天之后呢，程七发现呢自个儿这女朋友郁郁寡欢，不大高兴。程七就问了怎么回事啊？一再追问之下，这女孩才说我其实已经有了婚约了，家里人给定的。我这未婚夫先前去日本留学了，哎呀，下个月呀就要回上海了，家里人也都等着这男的一回来，俩人就办婚礼。你说你我呀，好是好，恐怕今生无缘呐，贱妾下辈子再伺候你吧。哎呦，这说的这个凄凄惨惨的。这程七正在热恋之中，哪能说分就分呢？舍不得呀。他这女朋友也痛苦不止，这唯一办法就是退婚，但退婚呢得赔偿对方一大笔钱。我家里没那么多钱，我父母肯定不会付这钱的。程七一听钱不是问题啊，这钱我出了。等到程七拿出钱来给这女孩，没过2天，这女孩消失的无影无踪。所以当时呢，这种被骗钱骗感情的痴情人多的是，男的多是这种初入社会的公子哥，女的呢就我刚才说的家庭主妇，婚姻时间长了，丈夫有厌倦情绪，不那么疼她了，拆白党就假扮痴情男，重新燃起他对爱情的渴望，或者是包养在外的二奶，没个名分，什么节都得自个儿过，人就怕寂寞，所以拆白党假装阔少爷，又有钱又专一。这种被骗的女人呢，以为自己遇到真爱了，恨不得能卖房子卖地，跟这小白脸私奔。咱们看陈凯歌导演拍那个《风月》，里头就有大量的旧上海拆白党的事儿，那是仙人跳的一个高级形式。所以今天呢，我跟大伙儿借着刘强东这事儿给大伙儿说说古代的仙人跳这些事儿。其实有人说那都过去的事儿了，搁到现在，你可别说搁到现在，搁到现在同样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有的人说我不在乎，我一穷二白，要真有这样的呢，他愿意赔了夫人，我乐得奉陪。我告诉你，你不定在你这儿有什么东西值得对方贪图的。有的有钱，有的说我没钱，没钱可能你所处在这位置掌握着某种秘密某种信息，某种技术，有可能这个仙人跳的人就盯上你了。治不济的呢，你说你没钱，那你借去人家诚心想敲诈你点的，你要一时色迷心窍欲火焚身，保不齐就上这当。所以过去说嘛，九色财气四堵墙，许多迷人里边藏。若是出来走一走，不是神仙命一长。你只要不动那歪心思，像这仙人跳轻易这股邪火烧不到你身上。
本期话题：虎父无犬子，信不得。大家伙估计经常会听到这么句话：虎父无犬子。意思说如果父亲能耐非常大，很出色，那么有这样父亲作为榜样，言传身教，那想必他后代不会差哪儿去。但其实这话就是恭维别人用的，大多数情况都是老子英雄而狗雄。我们从历史上面来捋上古时期为什么流行禅让制呢？照理说尧和舜那都是千古传唱的明君，他们就没儿子吗？肯定有。既然是虎父无犬子，你说你还禅让个什么劲儿？直接传给你儿子不就完了吗？你像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到他儿子那儿20就亡国了。咱看《三国演义》，曹操那么大能耐统一北方，建立的魏国呢，得孙刘两家合在一块才能抗衡。可是曹操死了之后没多久，他整个国家被司马氏给弄走了。而且每一个朝代开国皇帝都英明神武，越往后传子孙后代越不争气，最后都成了不成器的犬子了。其实在春秋时期呢，孟子就曾经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用咱们老百姓话说就富不过3代。那不管是3代也好5代也好，总之是很难持久的。虽然每个人都曾经幻想过我能耐大，我靠自己能力整出一份家业，然后把它千秋万代传下去，但最终呢，用不多长时间，这种梦想都会被现实击碎。那么为什么虎父往往出犬子？这个畸形的存在是什么原因呢？咱都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其深远，这话是《战国策》里边楚哲睡赵太后说的吗？那这是中国自古传承至今的一种教育思想，父母但凡有点能力，就会用尽心力为儿女做打算，给铺路，让他们能够尽量过得更好。越是条件优越家庭，给子女准备安排的越多，那么其实恰恰是由于这一点，给虎父留犬子埋下了祸根，造成了犬子继承虎父的东西直接的4个后果。什么？骄奢淫逸。咱们先来说说这骄，这骄傲的骄。就父母的能力强呢，可以让自己孩子有个好的基础。你比方说我挣了100万家产，那我孩子就直接从100万起步，不必从0开始积累。用牛顿一句话就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这里有一个通常被大家忽视的问题，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你不等同于你就是巨人。如果子女不能吸收巨人的养分，成为新的巨人，反倒就会弄巧成拙，让他们变得过于自骄自傲，好高骛远，最后因为忽略掉很多关键细节，走向失败。咱举个例子，战国时期赵国有个叫赵奢的人，奢侈的奢，原本就是一个收田租的小官，后来呢受到赵国那个著名的公子平原君的赏识，把他推荐给赵王。正赶上秦国攻打韩国，韩国派使臣来向赵国求援，赵王就问大将军廉颇可不可以去救。廉颇说这难度太大，别去救，别弄不好把自己都搁里头了。这时候赵奢站出来说不救不行，你是咱们跟韩国唇亡齿寒呢，你万一他把这个韩国拿下就打咱呢，说别人不去我能胜任这职责。结果赵奢用计呢迷惑了秦军，让他们认为赵国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把兵派到前线去。结果他自己暗地里带士兵急速行军，赶到韩国，和韩国里外夹击，打败秦军。赵王很高兴，就封赵奢为马服君，赏赐给他封地。等赵奢死了之后呢，秦国又打赵国，秦国在长平跟赵国军队僵持起来了。而赵国主将廉颇呢，觉得呢秦国势力很大，咱们得用防守的方式别让他打进来，让赵王很不满意。你怎么能这样呢？得主动出击啊！这时候想起赵奢的儿子赵括来。赵括自小熟读兵书，要讲军事辩论，全国上下没有能赢过他的人。赵王就打算派他去替调廉颇。就在快要出发的时候，赵括的母亲找到赵王，说告诉我家老头子赵奢呀，留有遗言，可不能让赵括领兵。赵王就问了为什么呀？赵母说赵奢曾经跟着儿子赵括论过兵法，赵括虽然对答如流，但是语气太过傲慢，这个带兵打仗是要死人的事啊，你可以说身上的担子比1000斤还重啊。而赵括把这些事看得太轻易，不拿人命当回事，上战场肯定得出事。结果赵王没有听赵括他妈的，果不其然，长平一战，赵括纸上谈兵，赵军40万大军被白起尽数坑杀，赵国直接由兴盛走向衰败。所以这就是虎父出犬子的第一个原因，有能力的父母，他的孩子往往眼光太高，容易变得骄傲，这是骄。第二个奢侈的奢，
你要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消费观呢，是我们在生长的环境当中脱不开关系的。你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经济基础，那么成年以后的消费观就什么样。你比方说，我们很多就我跟我岁数差不多的朋友，看不惯现在年轻人花费方式，因为啥？我们小时候过过苦日子，节俭惯了。现在年轻人呢，那不是了，因为小时候他过的日子就比较好啊。所以就是现在年轻人的父母普遍比过去我们的父母有钱，家里钱多，那子女自然花的也就多。父母给孩子创造条件越好，就越容易养成孩子奢侈消费的习惯。你看西晋时候有个叫王凯的，王凯他父亲呢是一代大儒王肃，他爷爷就是《三国演义》里被诸葛亮骂死那个王朗。就诸葛亮本身说的是苍然老贼好手匹夫的王朗，当然真实历史上人王朗是好好活着的，哎呀没让这个诸葛亮给骂死。那么王凯的姐姐呢是晋武帝司马炎的母亲，就说他是晋武帝的皇帝的舅舅。那作为王家最小的儿子，家世又这么显赫，王家所有人都宠着他，但凡他有需求一律满足。所以王凯就养成了奢侈习惯，花钱大手大脚，吃顿饭恨不得吃一份倒一份。后来洛阳呢来了叫石崇的人，这石崇是个大富豪，王凯一听就来劲儿了，就要跟石崇比一比斗富，谁更有钱。结果这俩人杠上了，你用糖水刷锅，我就用蜡烛当柴火烧。后来王凯呢在他家道路两边用大量的绸缎铺了40里路，就这40里路上都铺上绸缎，谁要上我家从这路过，你就能看到奢华场面。结果石崇更厉害，你不用绸缎，我比绸缎更好的布料，我铺50里，比你还多10里。所以王凯一看这么下去自个儿要输啊，就仗着自己关系跑到皇宫里找他外甥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一看舅舅来求助得帮忙啊，就从皇宫里挑了一个特别珍贵的玉珊瑚，这从海外运过来的，很珍贵，拿给王凯。王凯拿了玉珊瑚就跑到石崇面前炫耀去了，说小样的，你跟我比，这玩意你有吗？结果石崇呢也没理王凯，直接拿起一个铁棍的，啪的一下把玉珊瑚打个稀碎。这王凯气得直跳脚，你这嫉妒我呀，你得赔。这时候石崇说不就个玉珊瑚，我赔你就是了。说带着王凯到自己家库房里边，一进去王凯发现人家不光珍宝无数，像那玉珊瑚人家里10多个呢，个个都比他那大。所以这王凯泄气了，这才停止了这场没有意义的斗富。你看像王凯这样斗富炫富的在今天也不在少数，这就是虎富带来的第二个负面影响，容易让犬子变得奢侈，这是骄奢。第三个淫，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个淫呢不是我们现在通俗认为的是色情，而是指什么呢？因富足所产生的迷惑和放纵。孟子越强调富贵不能淫，越意味着现实当中为富贵所淫的人越多。为什么？有钱会让人产生很多欲望，外面的世界充满各种诱惑，就是成熟的成年人尚且无法抵御这些诱惑，更别提孩子了。所以仗势欺人呢，仗势行凶的事情啊，放纵自己的事情啊，就理所当然的发生了。你像咱们现实社会里什么我爸爸是李刚这事儿轰动全国，你过去你看《红楼梦》里写那薛蟠打死人抢了人家女人，跟没事一样扬长而去。宋代诗人陆游啊，在他的文章里记载过这么一件事，就害死岳飞的大奸臣秦桧有个孙女叫秦童，这秦童呢养了一只猫，不小心走丢了，居然呢秦桧公器私用，派临安府的官兵到处找，找了一段时间没找着，要追究这些官员责任，结果官员受到刺激啊，怕出事儿，干脆呢就下令把所有居住在秦府周围的平民给抓起来，因为这猫要跑出来就在这些家呢，让他们全部给这个秦桧的孙女找猫，到处张贴猫的画像，满街都是。结果整个京师啊，这些猫都给折腾到秦桧府上让他认，可是还没找到，弄得临安城里边鸡飞狗跳。最后事情弄得太大，传到皇帝耳朵里，这事才得以平息。你看记录这件事的作者陆游本人，当年他的科举成绩超过了秦桧的孙子秦云，被迫呢仕途受阻。秦桧死了之后呢，他儿子秦喜被迫罢官，留下了桧死喜配这么一个典故。你其他呢仗着秦桧的势力欺负人这些子孙呢，就更别提了。就这就是我说的虎父留给后边犬子的有一点，就是家条件太好，优越意识太强而放纵自己，就是富贵不能淫的淫，这是骄奢淫。逸呢，安逸就说懒惰。网上不有那么句话吗？说你奋斗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而已。
父母越有能耐，作为子女就越容易失去奋斗的动力。就拿我们现在国内几个一线城市说，谁家要有个几套房子，他啥都不用干，就在那收房租，就比很多人辛辛苦苦工作挣钱都多。别人努力奋斗想买套房子，他已经有了，并且能够靠这个为生了，你说他努力什么，奋斗什么？虽然表面上看懒惰，它的危害程度没有我们前面说那3点骄奢淫严重，但是呢，它面可比那个要广得多。要真论危害程度，比前面那几个可能还要重。你看北周的周宣帝宇文赟，最好的诠释了一个人不思进取、贪图安逸会变成什么样。宇文赟呢，是北周周武帝宇文邕的儿子。宇文邕是典型的虎父，非常有能耐的皇帝。他先是除掉了把持朝政多年呢，并且先后杀死3位皇帝的权臣宇文护，之后北伐齐国，兼并北齐，统一了北方。所以北周那时候呢，无论是民生军生商业上可以说都很成功。等于宇文邕呢，给自己儿子宇文赟留下了一个铁打的江山。临死之前呢，还安排他跟当朝的权臣呢杨坚联姻，他娶了杨坚的女儿做皇后。杨坚咱们都知道，就是隋文帝，杨广他爸爸。杨广隋炀帝嘛，杨坚是隋文帝，开国皇帝。那么当时这宇文邕让自己儿子娶了杨坚的女儿，其实就是确保他将来万无一失。可没想到呢，这宇文赟继位之后呢，发现所有事情都让自己老爸给干完了，自个儿也没啥好干的，我就整天安稳睡大觉，享受生活就行了。所以他开始每日纵情酒色，算上杨坚女儿在内，他居然先后立了5位皇后。这才不满足，觉得当皇帝还得处理公务，又累又麻烦，耽误自己享受。于是他做出个决定，把皇位禅让给自个儿子。他儿子多大呢？6岁，就宇文阐。他自己当太上皇去了。他当太上皇这年多大呢？他才22。你过去人结婚的早嘛，他16岁就有这孩子，结果就让6岁的儿子当皇帝，他当太上皇了，就不用操心这些事儿。可是没想到自己因为纵欲过度，辞去皇位之后呢，没到1年去世了，死时候没满23呢，才22。这时候朝廷也因为这么一个儿皇帝在，朝政长期把持在杨坚手里。过了2年呢，杨坚废帝自立的隋朝，这就是历史上的这个隋文帝，把正处在兴盛中的北周呢，就这么莫名其妙就给灭了。要说宇文赟天生就是个废物也就罢了，偏偏他当太子的时候他想这个顺利继承王位，他有进取心，那时候挺有能耐，曾经率军西征过，还打过胜仗。可是继位之后生活太安逸了，没有前进动力，最后带着家产把这个国家给祸害没了。所以咱们今天说骄奢淫逸这4点造成了虎父出犬子这种怪象，其实归根结底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出了问题，就只为子女记其一，考虑他的生活了，考虑他的安逸了，没为他记其二，就他奋斗的动力在哪。想让孩子过舒适的生活没有错，但是也要注意防备和消除这些优质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我们今天接受现代教育思想的人，不应该穿着新鞋走老路，虎父更应该注意骄奢淫逸给儿子儿孙辈带来的影响。所以大家记住，虎父出犬子，现代的教育思想应该能够有效的规避这些，我们不应该再重走骄奢淫逸的老路。本期话题，隐士的难言之隐。在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非主流群体。为什么说他们是非主流呢？因为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追求的是呢，要讲出将入相的这个成为人生的最高理想，走的是仕途。那么我们说这个非主流群体里的人呢，偏偏喜欢呢拧着来，不去博取功名，反而喜欢呢自己跑到深山老林里边去待着，就不是入世而是出世。外面的人呢都管这些人叫隐士。很多朋友一听到隐士这个词儿觉得特别亲切，说平时看的小说里边呢，隐士可都是世外高人，深藏不露神龙见尾不见首，见首不见尾再不济呢，即便没啥特异功能，也得像李白、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那种视名利如粪土，高风亮节的人物。时至今日呢，还有很多人呢学这些隐士，没事就跑到山里边住几天，陶冶一下情操。但这些对于隐士的了解呢，大多是从小说和诗词里边得来的。真正在历史上那些隐士为什么归隐，这个背后有什么文章，今天呢
我就给大伙好好说说，选择归隐当隐士那些人都是什么人，他出于什么样目的。在中国古代，凡是只要你开始隐居生活，都一律统称为隐士。可实际上呢，大家归隐的目的不尽相同。有的人隐居呢是为了修身养性，有的人隐居呢是因为功成身退，有人隐居呢是为了引起别人注意，尤其是当权者的注意，以便更好的升官发财。那总体上呢，古代的隐士可以分成本性归隐、无奈归隐和以隐求仕三种类型。咱先说第一种，本性归隐。这一类人呢，天生就对功名利禄不太放在心上。用陶渊明一句诗呢，就是少无世俗运，性本爱求山。这种人思想境界很高，很早就看破了红尘，不愿意掺和到世俗的纷争当中，他就选择了隐居。你看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呢，最早的隐士出现在远古三皇五帝时代，当时是尧舜禹时期，尧那个时代，尧随着时间增长一天天老去了，觉得自己呢对于治理国家有点力不从心了，就想挑一个人才做自己的接班人，以防不测。说这国家依旧能维持下去，有些人就提议说，你干脆把你这位置传给你儿子，他儿子叫朱丹。可是尧呢，对于自个儿这儿子太了解，说我这儿子志大才疏，还有点不务正业，惹是生非，把位子传给他这天下就毁了，所以他拒绝众人的提议。后来听说呢，有个叫许由的人，这个人品行端正，在民间广受好评，觉得这个人呢是值得托付的人，就派人呢把许由给找来，就跟他说我准备把这位置禅让给你。没想到许由听了之后直接拒绝，他告诉尧说，我的志向是寄情于山水，你让我治理国家，我不是那块料，到时候恐怕会误国误民。你要找继承人的话呢，我告诉你有个叫舜的人，他合适，他干比我干好多了。所以他跟尧说完这些呢，许由就连夜跑出去了，跑到山里边隐居去了，谁找他都带不出山了。所以这许由呢，给他这么一个统治的地位他不干，足以说明他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就这是最早出现在史书里边的隐士。那有人可能觉得说，老梁你说这个不能算数，因为尧那时期那作为天下统治者，不像后来的皇上没那么大权力，而且那时候还流行禅让制，所以这个地位呢对普通人吸引力没那么大。那我再说一个战国时候的隐士，这个可是个挺了不起的人。战国的时候群雄逐鹿，百家争鸣，谁都想让自己的思想呢能够得到推广，个个奋勇争先，想获取名利。那么我说这个时候真正的隐士是谁呢？大伙儿都应该听说过这人名字，叫鬼谷子。就可以说整个战国时期所有诸侯国的命运跟鬼谷子都有关系。为啥呢？他每一个徒弟都对战国的时局变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那个时候出了名的这些谋臣或者说这个将相，一多半出自鬼谷子门下。你比方说苏秦、张仪苏秦配6个相印，张仪呢是多次代表秦国忽悠其他国家，那等于给最后秦统一天下立了汗马功劳。还有魏国的上将军庞涓，齐国的军师孙膑，还有的说呢，秦国变法的商鞅什么这个后来的吕不韦还有像什么公孙衍的这些名家，都说成是鬼谷子徒弟，这就有点扯了。因为商鞅那个年代呢，跟后来这个吕不韦呢，那离着比较远，鬼谷子再长寿活不了那么长时间。但是即使就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史书上记载这4个徒弟，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一国君主梦寐以求的贤才良士。所以由此可见，徒弟这样，这师傅得多厉害。我估摸着鬼谷子呢，要想名垂青史、功盖千秋应该说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可结果呢，鬼谷子人家一门心思教徒弟，你想学东西来找我，但凡我知道的我都教给你，而且效果还不差，你拿着我这些东西出去就能混饭吃。但他自己呢，从来不参与到任何国家争斗当中，甚至说谁想请鬼谷子出山，那对不起，你连我人你都找不着。所以这跟我们意识里边的世外高人那是100%贴合。像鬼谷子跟许由这样人，他们把归隐山林呢当作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追求，即便是身怀绝技，有着济世之心，可对于功名利禄呢却是过眼云烟一般，人没放在心上。所以这算得上真正的隐士。这是本性归隐。第二类呢，我管它叫无奈归隐，就说这类人归隐他不是自愿的，是被动的。在境界上呢，远不如第一种自愿归隐那些人。
归隐的原因呢，有的是因为仕途失败，人生不得志，在失落之下选择归隐。你看，唐代有个大诗人叫孟浩然，这是个很有名的田园诗人。咱们现在很多人，别说很多人，人人都会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就是孟浩然写的《春晓》。这个孟浩然呢，就是一个求事不成、无奈归隐的人。孟浩然24岁的时候呢，送自己的朋友张子荣去赶考科举，他看这好友啊中了进士，他自己有点动心了，也想通过这个途径当官。可是这孟浩然吧，心眼不是那么太正，他觉得科举这个呢有点费事，他想投机取巧，既想当官呢，又想抄近道。他想什么办法呢？不参加科举。孟浩然诗写得好，在唐朝那时候诗写得好是很受人关注，就跟现在明星一样。所以呢，他就在各种公卿名流啊、士大夫中间呢来回晃悠，结交朋友，目的就希望呢能借这帮日光走个当官的捷径。但是别人也不是傻子，他这点心思早就有人看出来了，也一直没人提这茬。你看孟浩然后来呢，给一个做官的写了一首诗，那个意图已经很明显了。我还记得那个诗呢，就8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周济，端居耻圣明。做官垂钓者，徒有羡鱼情。那后两句已经就很露骨了。就我坐这看那钓鱼那人了，我就羡慕，你看人家把鱼钓上来了，意思希望您各位帮帮我忙，让我也当个官啊，别让我在这光看热闹。可他这样呢，周围这些明白人没人搭他茬，一晃孟浩然呢38岁了，这快到40不惑了，觉得再这么下去耗不起了，我呀干脆吧，我还是走正道考科举吧。可是天不从人愿，科举也落榜了，没考中。这一连串打击，孟浩然呢有点心灰意冷了。就在他山穷水尽的时候呢，他以前结交一个朋友叫张悦，已经当了大官了。他觉得我这哥们孟浩然呢文采很高，这么埋没太可惜。我推荐他。这张悦很够朋友，直接把孟浩然推荐给皇帝唐玄宗。唐玄宗下令召见孟浩然，他就跟孟浩然说，既然呢张悦这么极力推荐你，估计你有本事，你那么呢，你做首诗给我听听吧。孟浩然就把自己最新的作品念给唐玄宗听，这一念毁了。这个诗写得很好，但这个诗呢是孟浩然呢刚落榜之后写的，里边有那么两句也是名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你听着挺客气，说我没什么才华，所以呢这个有本事人也不赏识我，我呢天天有病，一有病你说就得买药还得借钱，所以老朋友离我都远了。就这是人生失意之后发两句牢骚，写的那凄凄惨惨也还可以。但这个潜台词是什么呢？不才明主气，就是你皇帝啊不识人才，你把我给埋没了。唐玄宗也有文化呀，看明白了，一看这两句是气的，脸一下就撂下了，就怼了孟浩然一句，说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无我呀？就说是你呀，不想来做官了，我呢可没有抛弃你这些有才华的人，你为什么要诬陷我皇帝慧眼不识才呢？一转身拂袖而去。这孟浩然得罪了皇帝，这辈子别想当官。说万般无奈之下呀，孟浩然离开长安，老老实实做个田园诗人，这条道算堵死了。所以这孟浩然呢是无奈而隐，他没办法。还有就是当过官，可在官场他知道混不下去了，被迫归隐的，这样的人物很多。咱们以前节目也说过，最有名的春秋时期的范蠡，帮助构建的，灭了吴国之后，他立的功太大，他知道勾践肯定容纳不下他。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身亡。他要再接着当官，恐怕就得没命。他为了保命呢，他主动找勾践，说我干够了，我要辞官归隐，从此不问政事。为了保证自己说的是真的，他把所有财产都捐给越国，算是净身归隐。他这归隐也是被迫的，不是自愿的。所以离开越国之后呢，他也得挣钱呢，他就化名陶朱公经商。最后呢，江南一带流行的财神就是这陶朱公。谁一说这个人有钱，说怎么陶朱公就是大富豪的意思。所以孟浩然跟范蠡这样的，虽然也是归隐，自始至终呢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想法，是迫于无奈的一种选择。这第二种这叫无奈而隐。那么最后一种隐士跟第二种比呢，他们的归隐确实是主动的，而且主动情绪比第一种还强烈，但是目的跟第一类完全相反。就他们归隐不是为了避世，而是为了更好的出世。今日隐是为了明日显，这叫以隐求世，就通过
当隐士的方式来当官，吸引人的注意。历史上最具代表性人物，一个姜子牙，一个诸葛亮，这都大等的人。姜子牙是72岁的时候呢，在渭水边钓鱼，直钩钓鱼。有个叫武吉樵夫就嘲笑他，说你这直钩这辈子都钓不上来鱼。姜子牙回答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曲中取鱼不是大丈夫所为，我是宁愿直中取，不向曲中求。我就这直钩钓鱼，而且我也不是为钓鱼，我要钓的是王与侯。后来呢，这消息传到西伯侯姬昌的耳朵里，就是后来的这个周文王，他觉得这姜子牙是大才，得把他给请回去。所以呢，史书上呢有过记载，请姜子牙。后世传说呢，说搁车拉了姜子牙呢808步，姜子牙保他大周天下808年。后一个呢，我说这诸葛亮也是躲在山里，表面上不问世事，但非得刘备三顾茅庐他才出来，实际上他连天下三分都想好了。表面上是隐士，事实上就是吕不韦说那个奇货可居，待战而孤。你看诸葛亮也会挑地方，他要在文人堆里边，你说在个什么大隐隐于市之类的，那其实没人知道他。文人相轻嘛，互相压着。他跑到卧龙岗那地方，遍地都农民，突然来这么一位，整天也不种地，在那弹琴，好为梁甫音。这些农民奇怪，他装什么大尾巴狼呢？一传十，十传百就把他名号给传出去了。就这么着，刘备也知道他了。所以这诸葛亮他一切所谓隐居当隐士，隐居在卧龙岗，都是为了将来出来能名扬天下。所以后来呢，还有人专门根据这两个人的典故研究出来套路了，想凭借隐居之举抬高自身声望，提升身价，以此来谋取官职。唐代有个叫卢藏用的人，他科举考试都考中进士了，考完之后他没去做官，他跑到离这个唐代都城长安很近的终南山隐居去了。这事传到皇帝耳朵里呢，说这小子明明考中了，却选择隐居，那一定有两把刷子，就派人过去以国士的待遇给请回来。当时就给他官叫左拾遗，这在唐代这官可不低了。后来他的好朋友呢，司马承祯准备到浙江天台山隐居，他跑过去呢劝司马承祯说，你要隐居去终南山多好啊，去什么天台山呢？这司马承祯笑着对卢藏用说，兄弟，我是去真隐居，不像你是到终南山是为了走捷径进官场，我去什么终南山呢？司马承祯一句话把卢藏用弄得很害臊。所以后来就有人发明个成语叫终南捷径，比喻求取名利最近便的路。后来就连唐朝最有名的两个诗人李白跟杜甫都抵挡不住这种走捷径带来的诱惑，都尝试过跑到山里隐居这个套路。所以今天呢，我给大伙说了3种归隐的人：追求自然的、被逼无奈的、哄抬身价的，同样是被人称作隐士，但是背后蕴含的隐情各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是了解中国古代这些隐士他归隐之后的背后的这个难言之隐，其实你就明白了中国人的人情套路是非常复杂的，非常深。